Hi, can I ask you a question? Just one? I've got a lot to say. Let's go. Hi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If you're new here, my name is Emily Chen and I'm currently studying media in the UK. Can you believe it? I've received a bunch of questions from you guys. I mean, that's insane. Can't believe there are really people out there. They do care about my life, my opinion. You know what? I'm so grateful for all of your love and support. I mean, like, hit 10,000 subscribers is amazing, and we're approaching 30,000 very soon. I'm like, what? You guys? Can't lie, I have a Notion template code hit 100,000. We're getting there. So let's get started. 好，下面就是一个免责声明，因为大家的提问都是中文，所以我就接下来回答问题也都会用中文回答，但是有可能我会掺杂一点英文，不喜勿喷。勿喷。我叫多雨呱呱，你可以叫我多雨，也可以叫我呱呱，也可以叫我多雨呱呱。多雨是我的朋友取的外号昵称，然后就大家就都那么叫我。然后呱呱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屁屁。但是我只喜欢青蛙的二次元的形象，动漫形象，我不喜欢就是真的青蛙，我吃不了蛙肉。好遗憾。然后我的英文名是 Minnie， 韩文名字是塔儿。好细致。我是97年天秤座，我是 ENFP。还有什么？没有了。OK， 下一个。想问一下呱呱拍 vlog 的设备之类的。我拍 vlog 就是用3个设备，是 DJI Osmo Pocket 2代手机，CCD 具体的型号我放在大屏幕上。想知道姐姐的 vlog 剪辑软件是剪映电脑版。想问问罗 PD 的这些音效是哪里下载的？我自己看综艺的时候录屏下载的。想问呱呱剪辑是自学的吗？剪得好好，好有节奏。是的。我觉得对我剪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新西游记》，后期的话影响比较多应该是狗印。但是我感觉从《新西游记》火了以后，我觉得韩国所有综艺好像都是往那个方向靠，你觉得呢？有一点。然后我一开始做 vlog 的时候，我就是希望大家看我的视频的时候能有一种在看综艺的感觉。然后我那条Call Me By Your Name 视频下面就真的有人说他感觉好像在看综艺，我就觉得打到话筒了。妈妈 I made it。 想听 vlog 配乐分享，这个我真的要说一下，因为我看到好多人都会在下面问我的 BGM， 我的 BGM 大多上都是在一个音源的网站叫 Artlist 上面下载的，然后那上面的音源都是没有版权限制的，因为我全英 vlog 系列我会同步到油管上面，然后油管对版权其实是要求比较严格的。就我上一篇 Newcastle 的最后一个片段，我用了 Fall in Love with You， 因为我觉得那个场景我真的是找不到一个那种没有版权限制的音乐可以表达那个意境，然后我就用了，然后我就收到了油管给我发这个。现在我的 BGM 我都会写在详情里面。最后一个，除了 vlog 呱呱以后还有拍别的类型的视频的想法吗？有，我还想拍很多美妆啊、穿搭啊，或者是购物分享啊，或者是谈话的。其实我有很多想法，但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大家可以在弹幕上告诉我，然后或者你们有什么特别想让我拍的，也可以@我，我没有局限于自己在 vlog 上面，弹幕上告诉我。然后我们就先从韩语说起。我的韩语是我从小就看韩剧，就是从那种电视台配音《浪漫满屋》那种还是中文配音的时候我就开始看了。然后我一开始也是只会说很简单的单词，比如说안녕하세요 고마워这种的。然后真正让我韩语实力就是改变的契机，就是在我高中的时候，我去杭州旅行，然后我住的是青年旅社，我就在大厅里遇到了2位韩国姐姐，她们可能大学刚毕业来中国旅行，然后我们就在大厅上聊天。然后他们就是非常的鼓励式教育，就是说
天哪，我觉得你韩语说的好好啊，就这种的。然后所以我就从那之后我就感觉我说韩语有了信心。然后到后面大学的时候，我其实交了很多韩国的朋友，然后还有我大学时候追星，经常去韩国，就是很自然的就听和说都完全没有问题。然后我是在研究生还有大学时候有报过韩语的基础课，就是学韩语的拼音，相当于是你已经把房子都建好，你才开始打基础。但如果你们想学韩语的话，其实是可以学的，我觉得韩语还是蛮简单的，对吧？是吗？你上学期不是学了吗？还行吧。还行的。然后就是英语，我的英语的话，我就是9年义务教学学的基础。在高中的时候，我还没交到外国朋友的时候，我就是自己跟自己说话。然后我上大学以后，就交了很多外国朋友，就开始有这个机会去锻炼我的口语。然后再到后面，我跟我的前任在一起1年多吧。就是我们当时交流的主要语言就是英语。我觉得我英语得到快速进步的话，应该是跟他在一起那1年多的时间，就是很多日常的词汇，就是学校是不会教你的。比如说来月经怎么说 ，My period is coming。我觉得不管学什么语言，最重要的就2点，一个是单词积累，还有一个就是开口说。不说的话，永远是哑巴英语。而且其实讲的时候语法，你发现没有那么重要，就你只要传达那个意思，能表达清楚。然后口音其实也不重要，口音是最不重要的。对，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也不是很重吧。重啊，重啊！你怎么不说我们2个现在连 can't 都说不了了，只能说 can't。然后想看看呱呱英语水平提升的相关视频，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外网博主。我以前会很喜欢看 Leah Fair Notes， 她是华裔博主，然后她主要是拍很治愈的生活，比较偏自然系的。然后还有 Nuria， 就是拍时尚和 lifestyle。然后 TikToker 的话，第一个是 Stephanie， 就是她是做美妆的。然后还有一个是 Daniel Miller， 也是穿搭时尚的。就是你看他们2个的话，你就可以学到非常多跟美妆还有时尚相关的单词。你主要是看脸吗？True。最近最喜欢的一个油管博主是 Damon Dominic。他真的是，我觉得跟我之前说的那些博主都不是在一个次元的。但是 Ashley 对他的介绍 Friend Damon Dominic, I'm a little bit biased, but he has been killing it recently. His cinematography is Wes Anderson worthy. His titles and editing are so beautiful. He also does a lot of red wine talks where he just sits down with his friends and has like a 30-minute long conversation about life. He dropped like an hour-long documentary about the Netherlands, and it is so well made. Netflix needs to hurry the fuck up and give him a travel show already. He is so talented. 然后这一段是我的朋友 Kimberly 对他的介绍。But for those who have no idea who Damon is, here i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him. Damon is a content creator who showcases different cultures,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 learning by immersing himself in the local culture, learning the languages, interacting with the locals while traveling. His passion for travel is contagious, and his ability to share his experiences in a relatable and entertaining manner makes his videos such a joy to watch. 然后如果你们想看 Kimberly 的视频的话，我会把链接放在详情区，然后你们可以点进去看一看。我觉得他的价值观、他的审美体系，还有他整个视频风格都是10 out of 10。想听 mini 辞职去读研的契机，是2021年9月份入的职，在之前我大半年的时间我都没有工作，我在休息。我实习3个月之后转正，我发现薪资跟我想象中的差很多，就是感觉是个 trap。然后我就想我要怎么办？但是在国内的话，你刚工作2个月，你又休息大半年，你跳槽的话就不考公考研一直不是我的选择。然后所以我就想留学，因为其实我18年的时候就打算留学，但因为一些事情就没有做成。是12月的时候才决定想要出国，我报了2月初的雅思，我想如果它过了的话，我就再接着去申请；如果没过的话就算了。然后很幸运的是一把就过了，所以我后面就是申请，然后5月份收到 offer， 然后我就辞职去做义工，然后之后的生活就你们都有参与到。之后想去英国读博，但是很迷茫，不知道怎么申请学校，会不会花费很多？英国留学学费大概花多少啊？或者一般最少花多少？那网上有很多消息，你其实都可以自己查的。就比如说怎么申请，什么学校，他们都有手把手教你申请的。然后关于留学的学费的话也很简单，你点击你想申请学校的官网，点进去你想要升的课程，然后它就有1年的学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然后你的留学，比如说你的租房费用，你就点进去任何一个租房的官网，选择你想要的房型，1年的费用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你只要动手去查一查的话，就都可以知道。然后关于生活费，我觉得是因人而异的。就像上海，你有的人生活可能2000，有的人可能生活上万，或者是上百万都有，就看个人。就大概你自己搜完这些之后，你就对自己会花的多少钱有个底。想听听姐姐留学之后是如何社交的，我有一个视频专门讲我怎么跟外国人交朋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虽然说在哪里交朋友之后都大差不差，但是我感觉还是会有文化的差异在，对吧？就像约朋友的时候，很大差异，就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已经提前约好了你们要去做什么，然后到那天你查无此人，right？ Like what the？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用不是母语的语言讲笑话或者这个幽默点其实也有差异，它本身的笑点就有差异。对，我本身我在中文的语境下，我觉得我是个很搞笑的人，但是如果我想要在外语的语境下表达我的搞笑，我就会想很多，就要斟酌一下，他们会不会误会，会不会觉得我是不礼貌，对吧？想知道呱呱的理想男友或者是理想朋友是什么类型的？首先说下我的理想伴侣。我的理想伴侣，我是有一定外貌上的我自己的那套审美在的，就是我喜欢的人其实都大差不差，就我喜欢的人都非常的 feminine， 长相非常的 feminine， 就是你需要五官是长得 feminine， 对，就是那一系列的。然后如果他是非常 masculine 的人，我直接就是 no。然后是性格上的，我性格上其实我觉得也是要看具体情况，但是我觉得我的伴侣一定是要让我能学到新的东西，然后能给我提供价值，能跟我一起进步，跟我同频，然后不会总是想要 hold me back。然后就是说理想的朋友，我对朋友。我没有说我想要他成为什么样的，我觉得非常看眼缘，但是我有一些是非常 red flag。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非常看重集体主义，他的安全感是来自于他去依附一个集体，他觉得他在这个团体里面才能有安全感，在他心中是集体主义优于个人主义的人，我绝对不会跟他在一起玩。你会跟这样的人成为朋友吗？很少感觉，而且你会觉得有点辛苦，对，会觉得有点累。然后有的人总喜欢跳那种 leader 角色 ，like I don't know why， I'm like let me leave， like do your business， you do you， I do me。第二个就是负面情绪很严重的朋友，我也不会去交，就把我像一个情绪垃圾桶对待的，我也不喜欢。然后第三个就是一旦让我感觉到我们不是双向选择，就是我对他付出的情感跟我收到的那种能量不是对等的，我就会不想跟他接着交往。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价值观不同，就除了这些 red flag 之外，如果就是眼缘对得上的话就 OK。你在认定就是你想和某个人成为朋友之后，其实你会是主动那一方，然后我本来又很被动，所以就其实是 match 的。在一个活动上如何快速找到和自己合得来的朋友，并且迅速建立好友关系，不知道如何开启话题，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表现太用力，想知道在交往过程中保持 relax。 我感觉我们其实也没有很快速的，我感觉任何一个 relationship 都不能是用快速来表达，你快速的话一定是走的时候也很快速。怎么保持 relax， 就是你跟任何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或者是甚至是亲情，你最重要是要专注自己的感受，就任何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情况你就拜拜。而且我感觉就是这个东西不是需要保持吧，如果就你本身和这个人是合得来的话，你就是表现你真实的自己，你就是自然而然就合得来。We don't beg people to be our friends, we just be friends naturally。 我觉得这是我们两个会成为朋友原因之一。对，就是你没有想要真正的就是想要去渴求一段朋友关系。虽然说我们有很多共同好友，但是你跟任何一个人交朋友是你自己的事情，来跟我没有关系。就是万一你的朋友限制你跟另外一个人交友的话，我觉得非常的 toxic。 Like why？ Like 甚至你是我的恋人 partner， 你都不能限制我跟任何人交朋友，是吧？
而且我们也很多自己时间，就是自己在玩自己的。是的，然后下一部分就是自信。这么多，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宽泛。Again, Damon Dominic， 想用他这个视频里面推荐到这本书《A New Earth》，就里面讲到的观点来切入这个主题。The main idea of this whole book is the breakdown of the self and the ego. The ego is like the part of your life that's just trying to like hold you back and like do everything to make sure that you don't get to the next level, so that you don't evolve, so that you don't like thrive in this world and do everything you actually care to do. Now most people go their entire lives without even realizing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emselves that is even holding them back, aka the ego. It's like a parent who is like, no, you're fine here. Like, you don't need to go anywhere else. Like, no, you don't need to. Like, why do you want to dress like that? Like, that's a little crazy. You're crazy enough. Like, oh, you can be anything you want to be, but like, don't strive too hard to be a big star or like a big lawyer. Like, you're just a normal person. Like, that's the ego. And your job on Earth, that's from this book, is to overcome that ego, and a lot of times people don't, because they don't even realize that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the ego. 就是围绕着这个 ego， 你可能会比如说有的人炫富。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需要那些 external 的东西去让他一直在别人的眼中是个 something。我很不喜欢这种，我也很不喜欢。就是你可以看出来，有的人是想通过这个去堆砌自己的人格，有的人他只是就是买了。就像 Damon 说的 ，ego 就是 something always hold you back。为什么会产生容貌焦虑？因为主流审美的对你的压力，是因为跟别人比较 comparison 导致的，觉得 I'm not good enough, I'm not pretty enough， 就是你的所有的标准都是来源于一个外在。漂亮这个词，我觉得就是一个假的定义 ，It's like a fake word, right？ 但是至少我现在还在这个 progress 之中。我也是，对，我也是。就虽然是这样说，我觉得我们任何人都是在跟 ego 就是打架的这个 progress 中，这是一个0到1的过程，然后你不断的做 self work。你去，我觉得读书啊也好，什么也好，你去更加了解更深层次的自我，然后去想这个事情。但是不管你焦虑也好，就是你任何的情绪，你都可以，我觉得都可以去正视它。你就知道自己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可以了呢。怎么办？我觉得没有帮到他们。这个就是本来就很难从别人那里获得建议吧。我觉得还是就是自我斗争过程，这个跟别人就是对啊，跟别人没什么关系。self work， 对，每个人都是 self work。对，你没办法从别人那里得到建议。对，别人只能告诉你，别人能做只能告诉你，你已经很好看了，你已经很好了，或者怎么样。而且我感觉在东亚环境里面生长起来的小孩，就是比较难做到这一点吧。就是你在这样子的环境下生长的时候，你自己整个的标准，对自己的那个标准就已经和这个社会的标准在逐渐的趋同了，所以你会自己去要求自己成为这样子。可能别人并没有给你所谓的施压，但是你自己会给自己施压。其实你也不是说一定要，也不是说一定要自信，一定要100%的自信或者怎么样。就我也没有觉得我现在有一些自卑，就是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很大的问题。虽然有一些小问题，但是没有太大的。对，你只要不是非常病态的那种，就好。还是要多看书，去看这本书《A New Earth》，还有这本书《You Are a Global Citizen》，都是一个 a wake up call。And that includes today's video where I answer your questions about my study abroad experience, how to socialize with friends, how to maintain self-confidence. Did you find my answer helpful?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topics that you want me to cover in the further videos, please leave them in the comment section down below. And thank you for being a part of this video, and I'll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video. Bye. Peace out. 这样可以吗 ？OK。你还是放弃吧，这脚程太远了。这样吗？这好像个抹布裙，这样吗？好像那种女团穿短裙，然后上面要盖条毯子。是的。我有点累。太大了这个杯子。可以听到我的声音有鼻音。
所以我现在在喝开水，因为我感冒了。哇，好难受啊！全世界的人都来救救我吧。You know what? It's so loud. Yeah. Let's play ball. Let's play ball. Let's play ball. 你也听过啊？没有啊。Here. Hello. When are you leaving, by the way? I'm trying. No, you can do it. Yeah, I believe in you. If you stay, let me know. Yeah. Love you. Love you too. Bye. Bye bye. 巴啦啦小魔仙全身变，好丢人，好丢人，不拍。哇 ，Call me baby, call me baby. A random play. Wow. Randomly. The stage keeps changing. And then here we love. No joke, no got for joke, no got for joke.